震动6.6萬次，感覺可以用來搓澡了。我搓澡，指縫之間它也可以進去掃震啊。大家看对比一下，全部都給它甩乾，這明顯萊芬這邊就小了很多，直接放上去就可以，而且還是磁力吸附。羅大教用了2年的最愛的掃震牙刷，終於推出了第2代。那我現在已經用它用了2周的時間了，整體真的是非常的滿意。相比於第1代來講，可以說是全方位的進化，從這個刷牙的乾淨程度到牙齦的舒適程度、健康度，而且整體變得更加的智能了。廢話不多說，我們首先來開一下箱啊，老樣子，我們先來開一下箱。正好有一台還沒有開箱，我們來撕開一下。這邊有一個小揪揪啊，然後這邊萊芬 ，OK。白色 white 白色的 OK 潔白的包裝，非常的高檔，然後印着它的本體，然後跟 Apple 一樣的小揪揪，綠色的小揪揪。打開來撕開一下，我們看它能不能自動到下滑。OK， 可以下滑，下來了。哦 ，beautiful，look at this。這邊有簡單的說明書，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揪揪，一撕開非常環保的。哦，這個是 ABS 款，白色的，潔白如霞。OK， 把這個拿下去之後，大家看，整體非常的光亮，這個機身極其的圓潤呢，很順滑，摸起來手感真的是非常好。很滑溜，確實很滑溜，聞起來也是沒有任何異味，什麼味都沒有，非常的乾淨。最上面是一個指示燈，這個是機身上下唯一的按鍵，操作起來非常的簡便，按一下開啟，它就開始震了，再按關閉，按2下調整力度，1檔、2檔、3檔，只有一個按鍵，用起來就非常的好記啊，老人、小孩啊、巨嬰啊、成年人呢都可以用。最下邊是電量的指示燈，還有飛行模式的指示燈，當我們按住了之後，就可以打開我們的飛行模式，開啟飛行模式之後，我們再按，它就不會亂震了啊。所以我們在旅行的时候，在包裡面突然有震動的東西，別人都會投來異樣的目光，就感覺這什麼玩意兒，都會會心的一笑。但是有了這個模式之後，就會減少這種尷尬。然後我們再按就可以把它給關閉。另外，整個機身沒有任何切口，非常的光溜，整體性非常的強。而且最下邊它還是無線充電，防水等級達到了 IPX8。那為了進行無線充電，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配件，萊芬又贈送了我們非常 beautiful 的充電底座，無線的充電底座。這邊同樣是非常環保的紙質的包裝，然後整個數據線它的材質是這種 fabric 材質的，非常的高檔啊，跟那個阿芬似的，跟 iPhone 的非常的像。然後這邊小巧非常薄，我們把這個給它撕開來看一下。所以我們把牙刷放到上面之後，它還是磁吸的，就可以給它進行充電了，無線充電。直接一放上去就可以。然後它最下邊還有一個吸盤，所以我們放到桌面還可以給它吸住。另一頭是這個 USB-C 接口，所以我們平常連接到手機這樣的都是可以的，可以應急的給我們的牙刷進行充電。充電了之後底下還會亮一下燈，這個我會稍後再說啊。整體用起來還是非常不錯的。然後這邊沒用的說明書，各種沒用的說明書，隨機附贈了2個全新開發的刷頭 Pro 系列 SS 款、超柔款。這邊同樣有一個小揪揪，紙的非常環保的包裝，打開之後我們插上去就可以使用了，就開始震了。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整體的使用感受啊。首先第一个，這個萊芬第1代我們全家都在用，已經用了快2年了，大家看用了2年依然相當的好用。這個沒電了非常的好用。這邊有點髒了，但是一洗就可以，因為它是鋁合金的機身。然後這些不鏽鋼的也是沒有任何問題。非常的好用，所以當時他們要給我發這個第2代的時候說實話，我當時心裡想的是，你再開發能開出來花沒想到第2代它維持了第1代非常耐用、優雅的質感、高級的質感，這些非常多的優點之外，不僅從1代的 IPX7 防水升級到了 IPX8，還增加了非常多實用的功能，整體真的變成了一個智能牙刷。首先就是它有一個配套的手機 APP，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實用的定制的功能。那首先我們看左上角這邊它有一個刷牙報告，進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相關的總體的報告，最近1個月呀，刷牙時長、刷牙次數、過牙時長、過牙次數，這個是一個這次全新的功能，這個我稍後會再說啊。對家裡面有小孩子的朋友，通過這個軟件就可以知道孩子他的刷牙的情況。然後這邊就是檔位的設置，它一共有3檔，這邊可以恢復默認呢，然後我們可以進行自定義，震動幅度、掃動幅度、掃動的速度都可以進行設置。那我個人來講是更喜歡3檔啊，剛開始是不太適應，但是我現在
更喜歡使用三個10全方位的最強力度的，這裡面有1、2、3檔，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進行定制就可以。另外這邊我們可以進行選擇是否開啟 PID 深度清潔。開啟深度清潔之後啊，這邊燈它就會變成黃色，就告訴我它是一個更加強力的模式。打開之後，整個震動啊會更加的強啊。这個震動力度啊，說實話不僅可以刷牙了，我們還可以按摩皮膚了，哇，可以提拉了，我感覺啊。哦，這勁兒太大了，哇。不錯不錯，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連續按3下 Home 鍵，就這個按鈕，按3下之後它就會變橙色，這就代表它是深度清潔模式。再按3下，它就是舒適清潔模式。所以我們不需要 APP 也可以直接操作。然後刷牙時長，我們點進去之後，我們可以進行設置，1分鐘到5分鐘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進行設置，默認是2分鐘啊。然後过压設置，這個是全新設置的功能啊，在這裡我們可以進行開關吶、過壓設置啊、輕度、中度、重度都可以進行設置。然後提醒事項。輕提醒啊，還是強糾正啊，都可以進行。這個我稍後再說哈，因為現在要比喻的功能實在是太多了啊。然後這邊實用功能這邊啊，新增了全新的6個非常實用的功能。換區提醒，開啟之後啊，當我們刷牙的時候，到了時間之後，它就會震一下。過去我們刷牙的時候，因為咱們人類啊都不喜歡刷牙。雖然只有2、3分鐘的時間，但是這個整個過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所以過去常常就是反正就瞎那麼刷吧，一頓猛刷之後，其實很多區域都沒有刷乾淨啊。但是有了這個功能之後，我們專心的攻略一個1/4區域就可以震一下，然後換一個地方就可以，這個意外的好用。再有一個就是入口啟動，開啟了之後，當我們上面放上牙膏了之後，之前我們一打開啊，它就開始掃震嘛，它就噴的滿哪都是。但是有了這個功能之後，只需要把它放入到我們的嘴裡面，它一碰到牙齒之後，自己就震了，所以牙刷上面的水分、牙膏这些就不會亂噴，非常乾淨，非常衛生。另外就是倒置清潔，當我們打開了之後，我們一倒放的時候，它自動就開始高速的掃震啊，就把表面的這種亂七八糟的髒東西呀、水分吶，全部都給它甩乾，所以它乾燥的時間會大幅度縮短啊，整個刷頭也會更加的乾淨衛生。然後就是刷毛保護，當我們刷完牙之後，它進入休眠的時候，自動的就會把頭轉過去，其他的水分、髒東西就不會再噴到它的臉了。而抬起的瞬間，它會把臉轉過來，非常貼心，帶不帶勁？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開啟漸強啊，過去我們一開始震動的時候，說實話勁有點太大了啊，沒有這種前戲，不是沒有這種就是循序自然。慢慢來的感覺，沒有這種啊，直接就咔嚓就一頓震一頓掃，說實話有一點突然，但是開啟漸強了之後，我們放嘴裡面，首先它會自動的開啟而且是會慢慢的增加它的力度，所以我這個接受起來就更加的舒服一點，這種突然感會降低很多。这些功能說實話看起來雖然沒什麼鳥用，但是啊，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反差感特別的大啊。用過之後，再沒有這些功能的話，就感覺非常的難受啊，整個心裡面就非常的蛋疼，不知道怎麼回事。習慣了之後，真是有一點回不去了。另外這次的第2代啊，它還有一個提升，就是它的充電，這個可以說是解決了1代最大的一個問題。1代充電雖然也算是磁吸充電，但是它底下呀底部。它還有金屬的觸點，有了金屬觸點之後，首先第一個就是在清理的時候不是特別的方便，因為它有這個3個小揪揪凸起來的地方，所以它整個清理的難度啊，還是要比第2代這種平滑的底面要來的高一些。再有一個，它依然還是連着根線，無法站立啊，所以每次都要這樣躺着洗，刷頭也非常容易被污染。但是第2代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直接放上去就可以，而且還是磁力吸附的，不會亂倒。開始充電之後還會亮燈，這種能亮燈的我個人來講是絕對忍不了，非常的好看，最關鍵它還很薄。很小，非常小，非常薄。平常要攜帶啊，出門旅遊的時候要攜帶的時候也會非常的方便。而且應急的時候還可以給耳機或者是手機充電，非常的好用。不僅是充電啊，這次第2代它在清潔效果上也是有了大幅度提升，強力的震動和雙動力清潔系統啊，它每分鐘可以震120赫茲，不是120赫茲，每分鐘可以震動6.6萬次，然後這個掃震的幅度啊可以達到60度，清潔皮膚也可以，感覺可以用來搓澡了。我搓澡每分鐘6.6萬次啊！萊芬能不能去發展一下其他行業？最關鍵這次啊，它增加了一個過牙提醒，這個可以說是解決了我們過去刷牙的時候最大的一個痛點。過去我們刷牙呀，想要刷乾淨一定要用力，但是用力太大了之後啊，它就會損害我們的牙齦，牙齒被牙齦覆蓋的面積變小了之後，我們一吃涼的它就會發酸，所以這個也是牙科醫生他要求我們定期去洗牙的原因。保護牙齦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防止牙齦萎縮。所以這個也是啊，我2年前在
矯正牙齒的時候非常擔心的一点，我就特別擔心這個整牙的時候牙齦會萎縮，但是還好整了2年牙，牙齦沒有萎縮。其實當時我一直也在用這個萊芬。總之，為了保護我們的牙齦的同時，又能讓牙齒刷得乾淨，萊芬這次使用了高精度的壓感技術。所以我們在刷牙的時候，刷牙力度超過了設置的標準，它就會觸發提醒。那我們在剛才提到的 APP 裡面可以進行設置，進入過牙設置這邊就有一個過牙值設置，點擊之後我們可以選擇輕度啊、中度、重度。輕度是200克，中度是300克，重度是400克。我現在設置為輕度。輕度的話，我們在刷牙的時候有提醒的時候，它這個燈會變成橙色。看到了嗎？現在就是200克左右的壓力。而如果我換成300克，中度，刚才那個力度就不行了，一定要更加的用力一點，它才會激發。而如果使用重度，我們一定要更加用力的按下去。但是我個人感覺啊，還是輕度最好，可以更好的呵護我們的牙齦。然後這個提醒方式這邊，剛才我是一直設置為了輕提醒啊，當然它還有一個強糾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差別啊。輕提醒它就是簡單的震動一下，而如果我們設置為強糾正，如果我們不釋放，它一直會叨，一直哔個沒完它就會一直提醒我們你這樣的話就傷害到你的牙齦了所以這個是差別，掃震也不會恢復，只有當我們摘下的時候，它才會恢復掃震啊。再接觸一用力用大了，劲儿大了它就會不震了，告訴我們趕緊把這個力度減小。所以我在使用這個深度清潔模式的時候，基本上不需要刷就把牙刷放到我的牙齒的表面就讓它自己刷，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完美的平衡。如果精確度不高的話，大家想一想其實我已經刷牙已經用力了，牙齦已经受到損傷了，它再給我發出一個提醒就沒有用了。然後就是它這次推出的5款全新的刷頭，我們來看一下，各具特色，但是它们統一全部採用了奶嘴級別的軟膠，這部分全都是軟膠，這個也算是解決了第一代刷頭它的一個最大的問題。第一代刷頭這一部分呢，全都是大塑料所以進牙裡面之後有一些打牙的情況，但是這個就非常的舒服。然後這5個刷頭可以提供定制化的刷牙的體驗。首先這個就是咪咪 SS， 又小又軟，真的是非常的柔軟，非常適合小孩子、牙齒敏感的朋友然後 Pro SS 款，它整個刷毛的直徑只有0.1个毫米，非常適合牙齦敏感的朋友而且這一行灰色、白色這一部分，大家看，我現在正在觸摸的這一部分，它有一行齒縫刷線，牙齒之間那個齒縫它都可以清潔到。然後是 Pro S 款，一般人最適合的款式，有一行齒縫刷線，但是我個人來講最喜歡的還是這個 Pro M 款因為它有2行的齒縫線，可以達到深度的清潔的效果。再有一個就是 Max， 大家看它整個這個長度跟這幾個比起來非常的長，可以刷到的面積就更大，清潔效率據說按照官方的說法是可以提升3倍，着急的時候可以用整體也是非常的柔軟。總之這次第2代超強的掃震效果，再加上過牙提醒，再加上5款全新的定制的帶有齒縫線清潔效果的這個刷頭可以達到一個非常不錯的清潔的效果。那為了測試整體的刷牙的效果我上牙使用萊芬第2代進行刷牙，下牙使用了其他品牌的電動牙刷。刷牙前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刷牙前這邊呢都有很多的污漬，然後這邊牙齦線這部分都是模糊的，就說明這邊有很多的食物殘渣就不是特別的乾淨。然後這邊牙縫中間大家看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有這種黃色的東西，非常的磕碜不是非常的髒那使用這個2個牙刷刷完了之後，上牙這個是萊芬的，大家看這邊牙齦根這個線明顯比這邊變得很清晰了，然後這邊髒東西當然也是非常輕鬆的就給它清理掉了，而且整個牙齒顏色更加的均勻了，牙齦和牙齒這邊緣大家看就非常清晰，暗區就比較少，界限更加的清楚，這就表明它表面的牙菌斑更少。但是使用這個牙刷刷完了之後，下邊大家看基本上差別下牙呀它差別就不是特別的大，所以我後來又用萊芬第2代刷了一下下牙，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整個對比的效果。Look at this， 首先這個邊緣這一部分變得更加的清晰了，最關鍵是這一部分大家看這個縫隙這個三角區本來就有它是黑色的，就最關鍵這邊緣這個大黃色的這一部分大家看這明顯萊芬這邊就小了很多，大家看到嗎？這怎麼越看越像深淵呢？明顯三角區更大了這就表明旁邊的髒東西全被我給刷下去了。然後這一部分大家看暗區是不是這暗區是不是更加的清透清亮了？說明這一部分給它刷下去了，乾淨了。我們再來看一下整體的效果。總之整體刷下來，萊芬第2代確實清潔的效果會更加的好一點。然後我們使用口紅再加上假牙來測試一下，塗上口紅。這口紅特別的不好刷，因為它是有一點油脂在裡面。我們左右分開，右邊使用其他牙刷，我們刷一下，不好刷
這個我們同樣開啟 TID， 還是有時間，啊，還是有時間，是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部分大家看，因為它有一個齒縫線嘛，這一部分這两個它是会深入齿縫之間，就这个齿縫之間它也可以進去，是這樣的一個效果，所以刷起來確實更加的乾淨。哦，沒用牙膏呢，掃陣，大家看對比一下，你看這個水，這噴的就不一樣，這水哎呦我去，噴這麼多啊！我們再用水清洗一下，這個屬於極限測試啊，這個口紅油脂啊特別的不好清洗，我現在什麼都沒有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整個對比。當然，大家刷牙的時候啊，這個牙線一定還是要用啊，因為有一些菜葉啊、肉絲兒啊這些還是會硬塞在我們的牙縫裡面啊，所以還是要用牙線來給它清理乾淨，一定要這個兩款啊同時配合着使用，這樣的話才可以真正的完美的保護我們的牙齒。吹了這麼多，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萊芬的它的一個優點呢，就是配件非常的豐富，比如這款磁吸壁掛支架非常的小巧，配合自動轉頭的功能，一放上去自動就會面對着牆，不僅可以節約空間，還可以保護刷頭它的衛生。我跟它最後再做一個總結啊，那其實1代的萊芬牙刷我已經非常的滿意了，但是這個第2代啊，真的是給提供了一個超完美的體驗。對沒用過掃陣牙刷的朋友一定要嘗試一下，用過的朋友啊也不用灰心，這次這個萊芬啊，它又提供了1代用戶7折優惠這樣的一個功能還是優惠，再加上萊芬他們的品質保證，用2年啊只換不退，不是只換不修，用2年只換不修啊，所以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試一下，真的是強烈推薦。